There's a storm coming, Harry. We'd all best be ready when she does. 提起哈利波特里的阿兹卡班监狱，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但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整个系列里细节最丰满，却从来没在原著里正面登场过的地点。后来罗琳专门补全了它完整的起源故事，还有它一步步变成巫师界顶级监狱的全过程。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从头扒透阿兹卡班监狱的前世今生。先说说这个名字的由来，阿兹卡班这个词是罗琳把两个词拼合创造的，一个是现实里赫赫有名的恶魔岛监狱，另一个是希伯来语里的阿巴顿，翻译过来就是毁灭之地、地狱深渊的意思。而且阿兹卡班和恶魔岛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座监狱都建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上，都以冷酷、严苛、毫无情面的铁腕手段闻名整个世界。阿兹卡班最早出现在15世纪，但它打从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一座监狱。这座孤岛上的堡垒大概率是一个叫埃克里兹迪斯的无名巫师造的，没人能100%确定堡垒就是他亲手建的，但所有人都公认他是这座岛上第一个住进来的人。这座岛的位置有多隐蔽，不管是麻瓜的地图还是巫师的地图，从来都找不到他的半点踪迹。这个埃克里兹迪斯可不是什么善茬，他是个法力极强却彻底疯癫的黑巫师，玩的都是最阴狠最歹毒的黑魔法。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路过的麻瓜水手引诱到岛上，用尽酷刑折磨，最后残忍杀害。为了不让魔法部发现，他还给整座堡垒施了天衣无缝的隐藏咒，直到埃克里兹迪斯死了，他施的那些咒语才慢慢失效。直到这时，魔法部才终于发现了这座孤岛，还有岛上阴森的堡垒。可凡是进去调查的巫师出来之后，全都绝口不提自己在里面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吓破胆的根本不是这座堡垒本身，而是藏在里面的东西——摄魂怪。咱们都知道，摄魂怪是种多凶残的生物，他们从来不分什么追捕目标和无辜路人，挡路的全都不放过。宽恕这两个字根本就不在摄魂怪的天性里。当时的整座堡垒已经被摄魂怪彻底侵占了，就是因为这些怪物连堡垒的墙壁里都在往外渗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时魔法界的高层直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地方就是个邪门的兄弟，必须直接彻底毁掉，可另一派却怕得不行，他们担心一旦毁了摄魂怪的老巢，这些东西会疯狂报复。要知道，摄魂怪不仅力量极强，更是根本杀不死的存在，就连专门研究黑魔法建筑的专家都放了话，毁掉这座堡垒除了灭顶之灾什么都换不来。就这么着，这座孤岛堡垒就被荒弃了很多年，彻彻底底成了摄魂怪不断繁衍的老窝。接着时间线往前推，魔法界这边也出了新的变故。当时的魔法部在全国各地都设了不少小型巫师羁押点，可国际保密法一实施，这些小羁押点瞬间就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一旦有巫师越狱，动不动就搞出巨大的爆炸声、奇怪的臭味，还有漫天乱飞的魔法光效，这些动静分分钟就能引来麻瓜的注意，直接违反保密法。也就是这个时候，魔法部开始琢磨要建一座全新的高规格的监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达摩克里斯罗勒当上了新任的魔法部长。这个人是靠着反麻瓜的纲领上台的，当时整个巫师界因为被迫转入地下，满肚子怨气，正好被他抓了个正着。而且这个人天性就残忍成性，以虐待为乐，他一上台直接把新监狱的建造计划全给撕了，铁了心就要用荒岛上的阿兹卡班当魔法部的新监狱。他的理由很直白，这些摄魂怪完全能当魔法部的工具，把他们驯化成监狱守卫，不仅不用花钱雇人类看守，连新监狱都不用建了，能给魔法部省下大把的时间和钱。当时不管是研究摄魂怪的专家，还是研究黑魔法建筑的专家，全都是一片反对声。可罗勒根本不管，硬是顶着所有压力把这个计划落地了。更要命的是，他之后接任的几任魔法部长也全都是阿兹卡班的支持者。直到埃尔德里奇·迪戈里上任，事情才出现了转机。跟大家说个冷知识，这位迪戈里部长极大概率就是塞德里克·迪戈里，还有他爸爸阿莫斯·迪戈里的直系亲属。等迪戈里接手魔法部的时候，阿兹卡班监狱已经整整运营了15年，15年里零越狱、零安全事故，记录完美到挑不出一点毛病。可迪戈里亲自去了一趟阿兹卡班，当场就被里面的景象给镇住了，更是恶心到了骨子里。里面的囚犯绝大多数都已经被逼疯了，监狱里甚至专门辟出了一大片墓地，埋的全是被摄魂怪吸光快乐，在无尽绝望里死掉的人。迪戈里当场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换掉阿兹卡班，找别的羁押方案，就算不能彻底关停，至少也要把里面的摄魂怪全部赶走。可专家直接给他泼了冷水。专家说，摄魂怪之所以乖乖待在阿兹卡班，就是因为这里有源源不断的人类灵魂，给他们当食物。一旦断了囚犯供给，他们会立刻离开阿兹卡班，蜂拥冲向内陆。说白了，当时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宁可让他们祸害罪犯，也不能让他们去害无辜的普通人。可亲眼见过地狱景象的迪戈里根本没法接
受这个说法，他还是强令委员会必须找出替代阿兹卡班的方案。可谁都没想到，方案还没讨论出结果，迪格里就因为龙痘疮突然病逝了。接任他的是赫菲斯托斯·格尔，这个人一上台，直接把迪格里生前的所有举措全给推翻了。不仅不碰摄魂怪，还专门给阿兹卡班做了全面的翻新和加固，让他变得更难越狱。从格尔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任魔法部长考虑过关停或者改造阿兹卡班。毕竟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持着零事故的完美记录。但凡有人敢质疑这座监狱的道德问题，立刻就会被压下去。所有人都拿他的完美安保记录当挡箭牌，对里面的人间地狱视而不见。可这份维持了3个世纪的完美记录，终究还是被打破了。第一个从阿兹卡班成功越狱的人就是小巴蒂·克劳奇。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小巴蒂的父亲老巴蒂·克劳奇带着已经油尽灯枯、命不久矣的妻子进阿兹卡班探望儿子。就在这次探监里，母子俩用魔法悄无声息地互换了身份。摄魂怪是没有视觉的，他们根本看不见人脸的变化，只能感知生物的情绪和灵魂。他们只察觉到一个将死的人走进了牢房，一个将死的人走出了监狱。就这么着，小巴蒂·克劳奇成了阿兹卡班300年历史里第一个成功越狱的人。第二个成功越狱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小天狼星布莱克，他能躲开摄魂怪，靠的就是自己的阿尼玛格斯形态，一条大黑狗。摄魂怪对动物的情绪感知能力比对人类差得太远了，就靠着这个办法，小天狼星硬生生从阿兹卡班逃了出来。而阿兹卡班真正彻底崩盘，是在伏地魔第2次卷土重来的时候。第2次巫师战争一打响，所有的摄魂怪全都叛变投靠了伏地魔，因为伏地魔给他们许诺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源源不断的更多的人类灵魂。他们集体离开了阿兹卡班，到处帮伏地魔作恶。也正是因为没了摄魂怪的看守，阿兹卡班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食死徒越狱事件。当时魔法部都发了官方公告，确认前一天深夜有10名高安全级别的重刑犯集体越狱逃脱。直到霍格沃茨大战结束，一切尘埃落定，金斯莱沙克尔成了新任的魔法部长。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清剿了阿兹卡班里面所有的摄魂怪。他把阿兹卡班的守卫全部换成了奥罗，还专门设了轮班制度，让奥罗们在监狱和内陆之间轮换值守。这套全新的制度效果出奇的好。从金斯莱的新规落地开始，阿兹卡班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越狱事件。其实回头看阿兹卡班的整个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座监狱的兴衰史，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魔法界在恐惧里一次次向黑暗妥协的全过程。为了所谓的安全，他们把杀不死的怪物放进监狱，用绝望看守绝望，用黑暗对抗黑暗，直到最后才明白，能守住底线的从来都不是吃人的怪物，而是心怀光明的人。